重新补配以后呢，它又成为一件很珍贵的艺术品。这一件很可能它是口上出了问题。明白。还有其他的地区。那么这个刚才讲了一个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收藏了14件。另外呢，在伊朗的这个德黑兰的伊朗国立博物馆呢，也有32件元青花瓷器。那么这些瓷器呢，它是在一个伊朗高原的一个阿德别尔神庙里面发现的，大概是1612年的时候，他们是这个放在那里的，这就是阿波斯时代的那个国王那个时代呢，那个神庙里边呢大概有800件这样的瓷器，这个各种各样的器物，不一定是完全是中国的，那么其中有32件就是元青花，中国的元青花，也非常精美。那么伊朗的这个元青花瓷器呢，来过中国2次，一次是在首都博物馆，还有一次就是2012年来到上博，我们这边有10件，借了10件展品他们过来，所以那个风格跟土耳其那个比较接近的，所以这边我们没有放这个图片。那么还有一批呢，就是现在图上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碎片了，非常可惜。这是红海沉船的这个一批器物。红海沉船呢是一个新发现的一个沉船。这个沉船呢是在这个也门的海域发现的，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也门海域。也门海域发现的这个器物上面，它有57件这个残器。当然，这个残器呢，因为都是质量都很高的，这个因为在水中浸泡呢，有些呢已经这个面目就不一样了。但是呢，我们能够看到它还是非常精美的一面。这些元青花呢，而且很多是大器，其中呢有一件呢是跟至正11年瓶的一个纹饰呢很相近的，也是龙纹的啊。那么这批瓷器呢，这个外国学者推测呢，可能呢是要往这个埃及或者叙利亚方向去的，因为在红海海域这个沉没呢。那么这个年代呢，也跟那个至正11年瓶的这个年代相差不是很多，大概是他们推定的年代呢晚了几年，这个一个是1351年啊，至正11年是1351年，它是好像是1354年，这个稍微晚一点。这批器物呢是非常的重要，是一批很重要的这个研究元青花的资料。对，从当中其实还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器物到达中东以后，它的一个再流通，因为它是在这个红海海域的一个沉船，那么这个器物到了中东以后，又进一步通过这个当地的这个航运的系统，那么进一步的在这个区域之内流通，所以可以看到它一个再流通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材料。然后它器物面貌跟阿德里亚斯也好啊，托普卡比宫也好啊，这个都比较相近，质量品质都是很高的。现在，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残片的色彩要比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土耳其那个要淡很多，是因为长期进水的关系吗？水里海水浸泡的关系，这就是海捞瓷特征。海捞瓷就把它的这个胎釉受到了很大的辐射。它其实是在海水里面浸泡了这个很长的时间，然后海水呢，它都每天有涨潮落潮，夹杂的这些沙粒不断的打磨它的釉面，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它的颜色也好，釉面也好有磨损。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比较标志性的处理，外观上会不同。都有。那么刚才就是还要补一下一个印度的那个德里老皇宫的一批东西。这个德里老皇宫呢，这个也是14世纪建立的一个宫殿。
但是呢，它在1398年呢被毁掉了。那么这个遗址里边呢，就发现了一批这样的这个元青花的这个残片。那看起来跟刚才看到的几些残片是差不多啊，就是这一批在这里，在河边，就是这一批。那么这一批器物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完整的，那就是一定是非常精美的瓷器。可惜呢，这个因为宫廷这个毁坏了以后呢，这个瓷器呢也受到了也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啊。这个所以呢变成了一些碎片。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瓷器中间呢，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很多器物呢是非常的精美，而且呢有不少呢是非常特殊的，有的是甚至于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啊。比如是哪一件？我们现在看到图片哪一件会相对特殊而已？这一件，这一件，我们看左上角这一件，左上角这一件，这个是别的地方你很难看到完整器或者是碎片，因为它的这个中心可以看到这个当中这个8个这个圆形，它呈现出一个非常几何的一个感觉。然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纹样跟传统元青花也有很大不同，它这个上面就是点，有一些点，然后这样的一个布局是比较少见的。那两位推测，为什么会在印度出现了和中东那边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花纹，甚至可能跟我们国内出土的都没有这种气质、这种风格？当然，这个也是偶然的，也少。然后这个呢，其实是这样，可能这个是有一批这样的器物，倒不一定是特地为印度这个去制作。其实当时印度跟那个中东也有很多的关联的，所以但是这一批器物整体它的这个风格都是带有这个一点这个伊斯兰色彩的。其实当时这个印度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东南亚这一带，只是有可能还没发现。对，这是目前仅发现的一件比较特殊的。对，这一件比较特殊，但其实特殊的纹样在其他地方呢也会有一些。那么跟这个当地的消费，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偶然的现象，都会有关系。了解。那么这个德里的这个皇宫里边的这个，一共发现的拼接起来以后，大概是67件67件瓷器，残器。那么这个皇宫呢，是1354年建立，1398年毁掉的。那么这个皇宫呢，是1354年建立，1398年毁掉的。那么这个根据记载啊，这个外国学者他们的研究啊，是当时有南印度的这个使者曾经来到过中国，所以呢，他们推测呢，这一批瓷器呢，这个可能是从中国带过去的，那就是南印度这个使者带过去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商贸带过去的，这一点呢无法确定，这个只是有一个可能性。这个是这四批这个印度德里老皇宫发现的。那么在东南亚呢，东南亚这个地区呢，实际上发现元青花呢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东南亚的这个元青花呢，过去呢有一种叫法呢，把它称为东南亚型啊。我们这个因为以前很少看到，最早呢很少到外面去看，是吧？这个即使看到一点呢，就是小件的东西，像这种小的这个壶啊、碗啦，这样的一些造型。所以呢，经常认为就是东南亚就是烧造这样的东西啊。只有大件的好的东西才往这个波斯、阿拉伯地区去的。但是实际上呢，也不是这样。很多瓷器呢，东南亚这个发现的很多瓷器呢，证明呢也有很好的器物。那么在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等国家呢，都发现过这个元青花，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左边这一件呢，是我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它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这是一个石盒吗？一个盒子很大，这个很大的一个盖盒。
啊，这个像我们今天那个铁饭盒一样，只是它是瓷的一层一层对摞起来。对，很可能是石盒，可能是石盒，非常精美。那么也有一些，那旁边几件呢，这个都是跟中东地区发现的实际上差不多，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这个可能一方面就是说，东南亚离开我们这边近，好多东西呢，这个航海者呢，到了那边停留的时候，有的就拿下来，或者什么，也有可能就是有很多就是专门为东南亚这个销售。这个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就是因为您看啊，刚才陆先生在讲的时候，虽说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花纹后来发现这些大差不差，但是我觉得像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这几个，它从花纹的排列组合上来看，你看它中间的这个留白的缝隙或者留白的这个区域，好像要比我们看到那个中东的那些更疏朗一点，没有那么紧密。这其实可能是选件的关系啊，因为那个我们在选的时候呢，是把中东最满意、最夺目的放在一起，但其实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器物在中东几乎有一模一样的这个产品有发现的。但这一类器物都已经是我们说质证型非常精美的了，但也有一些比较特殊，像印尼刚才陆老师讲的这一件啊，这个目前在中东好像确实是没有发现过。那么有趣的是，在这个印度尼西亚有一个地方叫特鲁乌兰，它当时呢也是这个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都城，消费能力也很强，出土过一样的这样的元青花的石盒的。那我们馆也有一件，所以推测这一件的可能也是来自于当时这个非常重要的都城。有可能。那这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海外的一些样本，对，包括日本，还有日本的啊。这个在日本呢，这个过去我们也了解不多，这是少量的。这个后来统计下来呢，这个日本其实有很多地区，包括很多点呢。你光是东京一个点，或者是其他点，就有很多啊，发现了不少地区都有，说明呢，这个元代有元青花呢，输入了这个日本很多。虽然我们看不到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就是已经到达了这个地方。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从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些，不管是东亚、南亚，还是北非、东非，看到这些样本也好，就是它呈现一个什么特征？它的出土量的多少，跟它这个当地的，跟这个，比如说距我们中国的距离有关系吗？是不是距离越近，它可能出土的越多？这个呢也看的，这个是日本历来是一个引进中国这个瓷器很多的这个国家，这个是很早就开始了，唐代开始就有大量的陶瓷进入了日本。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是肯定，就是说越近就越多，就是看有些国家对我们的了解、认识或者是需要，需要的多的呢，他会多来，他们也有的他可能也不会，跟你是太远或者什么，他还会来。这个特别是阿拉伯航船呢，这个这么多年，这个他们来到东方呢是很多的所以这个是远与近，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因素确实很多，取决于航线的是否发达，当时的贸易经济往来的这个体量，还有当地的消费能力，对于中国产品的认知程度和喜爱程度，这些都是一个影响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呢，它会综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但是我们仍然就是可以看到元青花它在当时的普及程度，能够到达那么多的地点，在日本甚至这个几十个点的这个范围，在东南亚也有那么多的地点，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是让人震惊的，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贸易规模。在日本的这个旁边的这个韩国它也有一些发现，但是很少，因为这个我们国内这个对元青
花这么多研究以后呢，在韩国呢，它也是有人关注的，他们也有少量的发现，但是非常少。这个是同样的这个很近的国家，离开我们很近的国家，但是就是日本多，就是韩国非常少，不是没有，但是数量实在太少。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些全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各地出土的这些瓷器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政治的关系？就比如说，可能是元代它的这个中央王朝，它到各地去送给他们的，还是更多是商业的性质在？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商业的性质，因为其实元朝跟日本是没有正式的这个对外交往的，对，甚至他当时这个有元日的战争，所以呢，这个主要还是这些器物商贸往来更多，但是可能也有一部分器物，中东这一部分器物，它带有一定的这个外交的性质。这个也是因为刚才两位也说了嘛，这些青花都是景德镇出来的。对，那我就很好奇，就景德镇它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生产的能力哈？就是它的瓷器可以遍及海外，它背后没有这个政权或者说官办的性质在支撑吗？它算是官窑吗？其实是这样。当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点复杂。对，因为呢，元代其实跟前代有不同。它在景德镇是在原石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做浮梁瓷局的。而且呢，根据原始的记载，这个它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说至元15年历掌烧造瓷器。这个它有大使、副使各1员，所以呢，它有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这是在元朝它特别设立的。而且呢，当然以往对浮梁瓷局的这个性质会有一定的争议啊，它究竟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官窑，它究竟是不是要烧造御用的，可能有一点争议。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文献当中啊得到很多的线索，因为元代它在景德镇设立的浮梁瓷局呢，它有2个上级机构，它的上面是江作院，江作院底下它管了叫做诸入京豫人将总管府，然后呢，这个浮梁瓷局呢又是隶属于这个机构的。那么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上级关系啊，就是这样：江作院、诸入京豫人将总管府，再到浮梁瓷局。那么它的这2个机构呢，江作院啊，在这个文献当中很清楚，他说：京豫珍宝、服玩器璧，其制以供御者，专领至江作院。那么，所以江作院它的一个职责是制作这些供御的这些京豫珍宝、这些器物的，对，供皇室使用的。然后呢，这个诸入京豫人将总管府呢，它又掌造御册玺章、御用京豫珠宝，也说得很清楚。所以浮梁瓷局它的上级机构都是掌造御用器物的。那么从它的这个机构的建制来看，它应该也是烧造这个御用的，或者至少是官用的，供中央使用的这个器物。而且我们可以看啊，江作院它底下有这样的这个机构的区分，分成诸入京豫人将总管府、益阳给予总管府、大都等路名将总管府。然后这个总管府的治下呢，它又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叫做提举司或者说局。那么这些机构啊，它都是当时的这个手工业生产机构。我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浏览一下啊，跟浮梁瓷局它平行的机构是什么呢？玉局啊，做金银器啊，做玛瑙，这个制作，比如说上玉局、御衣局，然后做织染的这些平构，又都是制作这个御用器物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所以呢，从这个上级机构和平行机构这个2个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的浮梁瓷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机构，跟地方的这个局院它是不一样的，它应该
就是主要为这个宫廷或者至少是中央烧造器物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了，所以它就带有这种官办的性质。那我又有一个疑问了，因为我们说元代的皇宫目前是没有留下来，但是我们现在北京有那个元土城遗址、元大都遗址。那如果我们发现一件在他皇宫里使用的青花瓷，不就可以证明就是说它是专门供御者供皇室使用的了吗？那元大都呢确实有发现，但是其实目前在元大都它的很多的这个发掘也并不是在这个皇宫的这样的一个地点，那么只是在这个元大都这个范围之内发现，这并不能足以说明问题。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之内发现偶尔的一两件器物呢，其实也未必能够完全的说明，因为哪怕是在后期明清的这个我们这个宫廷的发掘当中啊，也有大量的民窑，可能宫女啊或者其他使用的，所以呢，这个都很难说。元代它的顶级的这个当时最受统治者重视的呢，可能还是这个金银器，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已经有相当的这个器物，它是一个共御的，所以呢，应该是有官用的这个存在。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在当时能够看到两条很重要的文献，上面写的就是往岁官瓷卖图赋，特别提到官瓷。那么还有这个官瓷烧造有专官，那么这个当时的文献呢就已经确认说啊，这些一定是有这个机构，然后这个专门的去烧造器物，是供官方、供这个中央去使用的。那么这一类的这个生产的管理呢，也会跟其他的不一样，因为官瓷烧造有专官，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体制在。那么通过这个浮梁瓷局，它有这样的一个管理，这个就在对于景德镇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所以它其实会打下一个后期明清官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它至少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当然，它跟后期那些非常严谨的这个明清官窑呢，应该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元代的中央集权它是跟明代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的就是中央集权。它虽然对于服色纹样它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元典章当中就有规定啊，你不可以织这个龙凤的这个纹样。但是呢，很有意思，在元代的这个元典章当中还说，各处是不许织造的。但是如果你已经织造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呢？到各处管民官那边去登记，登记完以后许令货卖，仍然是可以发卖的。所以这个跟明代那种非常严格的这个管理就不一样，甚至元代它还有违禁之物付捉告人充赏。如果你去告发了，那么别人这个服用这个违禁的这个物品、违禁的纹样，哎，这个你告发以后的这个东西还可以送给你充赏，所以他对于给那个告发的人作为奖品。对，所以呢，他虽然是对服色，他对于等级有很多的规定，但是这个蒙古的统治者跟后来这个明朝的这个朱元璋他们这个统治还是不一样的，是会宽松很多，没有那么的严格。所以同样啊，对于这个浮梁瓷局，它的管理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像这个明代，它是一个有严格的这个规制，有很严密的制度的。那么这个浮梁瓷局它是不一样的，它的管理会松散很多。虽然它烧造这个官用的器物，但是和后期不一样，但至少它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为刚才陈老师也正好提到了，说从元末到了明代之后，就是景德镇就已经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官窑了，就是它很多的瓷器是直接要供那个
朱明王朝供老朱家使用的。对，到了明代以后呢，这个就不一样了。对，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制度。陆老师其实是研究这个明代这个官窑制度的专家。这个明代呢，它是这个时代呢，它的这个玉器厂啊、官窑啊，是很明确的，不像元代。这个元代之所以现在好多事情弄不明白，因为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被我们现在所认识啊。这个明代它是非常清楚，它是有一个官方的玉器厂，御用的玉器啊，这个玉器厂是专门主要是给帝王使用的瓷器。是不是就今天我们去景德镇看的那个就是御窑厂？对，就是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玉器厂呢，这个它是完全是一个官窑体制啊，它完全是为了像这个朝廷的其他机构一样，就是这个用官方的管理形式来管理这个瓷厂，不像民窑很松散的，这个很自由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御窑厂的这个头。大家现这个在看到这个是清代的这个御窑厂的这个一个地图。另外呢，这个就是御窑厂的这个一个大门正门是在珠山路，珠山路是现在是景德镇是最热闹的这个地方。右下图呢就是这个考古遗址啊，就是在这个里边，在玉器厂的遗址的里边。对，就是现在我们去景德镇能看到的这个地方。那么明代的玉器厂呢，它的性质呢是非常清楚啊，皇家玉厂。然后呢，它有一个过渡，是从陶厂过渡到玉器厂，就是1368年朱元璋统一中国建立明朝以后呢，这个在洪武2年呢，它是建立的是一个叫陶厂，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所以呢，洪武朝的这个瓷器呢，都是烧的瓷器，应该说都是陶厂里边出来的。那么后来有看到记载呢，是所谓洪武35年建立玉器厂，35年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朱元璋是31年啊，后来是建文4年，建文呢他是没有算在正史里面，他叔叔把他那个4年给并到洪武去了啊。所以呢，这个35年就是永乐元年，实际上永乐已经是当政了。明白。那么这个是一个管理体制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它是最上面一级就是宦官，有朝廷直接的，他是钦差大臣，有宦官来带领。然后呢，就是管业务的工部的官员，厂部也有官员，因为是有工头。那么这个宦官是权力非常大，是。所以这个明朝不光是在瓷器方面，还在其他很多地方，对，包括制造啊，什么采珠啦，什么烧砖啦等等，很多地方都是太监都得去，都做一把手，都是他在主管，这个是就是明代列朝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到后来呢，到明中晚期呢就开始改变了，这个到嘉靖的时候呢，这个皇帝呢皇家感觉到太监干涉政事干涉的还太多了，这个要务实啊，进行了改革，不是直接派这个太监下去了，这个由地方官来管理，这个当地你江西巡抚下面饶州府的这个一把手或者这个都是由他们来管，他们也派具体的官员到厂里去这个介绍，比如说同知啦、推官啦、通判啦这样一些官员。那么这个体制改革以后呢，确实呢是这个从这个老百姓的当地的民众来说呢，这是好事这个因为宦官实在是做的事情很多是作恶太多所以呢这个
传播老百姓的很多，所以呢，他们是很高兴的。但是呢，地方官呢，他管理以后呢，他也感到头疼，因为他自己负担重的，而且呢，朝廷呢是不断的要烧东西，量越来越多。到了这个前期还好，中期也还好，到了晚期是时期是越烧越多，越烧越多，这样呢就没办法，这个很多这个就是大烧到民窑，那么报上去，这样呢就大大的降低，整体质量就下降了。这个大致上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那么官窑瓷器呢，这个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我们上博的一些瓷器，那么今天其他的呢就不讲了，就是那些青花我们讲一下，这个永乐宣德的青花，那永宣青花呢，实际上就是跟元青花实际上沿袭下来的。实际上呢，元青花到明初的时候呢，朱元璋时代呢，洪武的时候也烧青花瓷，但是那个时代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可能是技术上还是什么样，这个特别好的东西很少，都是青花的发色都是发黑或者是发灰，即使是官瓷也是这样。但是到了永乐以后呢，这个正式成立玉器厂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烧造的瓷器呢突飞猛进，一下子，所以呢，这个大量的瓷器在厂里烧造。永乐宣德呢，很多产品呢，这个都出厂，而且质量是非常的高。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一开始说是青花瓷器是永乐宣德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呢，整个的官窑瓷器来说呢，它也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个黄金。那么这个讲一下，举一下这个宣德皇帝的这个例子。那么宣德皇帝呢，他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皇帝，年少气盛啊，这个是他还是做了很多这个有利于这个国家的事情的啊。但是呢，他也有他的趣味啊。这个呢是宣德时期的一些小件的东西啊，就是说明宫廷里边啊也有很多这个情趣的这个器物。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图这片？这个都是鸟食罐，这几个都是四个都是鸟食罐。实际上这个喂鸟的，所以宫廷里边肯定分到这个鸟语花香，这个非常热闹。对，因为这个器物呢，它都是在这个玉器厂烧造的，所以它完全的体现了当时的帝王趣味，它直接服务于宫廷，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器物呢，来窥探到当时每一个皇帝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趣味在里面的。而宣德皇帝本人可能非常有生活群趣，所以在他的这个一朝烧造了大量的这样的鸟食罐，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的这个器皿，可以看到他的这种生活趣味。那宣德皇帝不是喜欢斗蛐蛐吗？对，后边就来了。对，那么这个这一组呢，全是景德镇出土的这个青花的虚实罐，也叫这个醋汁罐。醋汁罐醋汁斗蟋蟀是一回事啊。那么这些呢，都是1993年在景德镇玉器厂遗址里边发现了一大批啊。这一大批这个罐子的这个发现呢，确实是大家都感到新奇。那么这个因为历史上有宣德皇帝喜欢这个斗蟋蟀这样的故事，所以特别这个以前呢很少发现，那么现在一下子发现了很多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有专家呢也专门为这个呢做了很深的研究。那么它的品种也很多，全是青花瓷。但是呢，这个从龙纹这个斗蟋蟀，这个是当时在文献里边就有记载
就有记载。记载呢，这个是因为他斗蟋蟀，所以呢，这个动用了很多的力量啊，去为他寻找他所需要的那些这个器具。那么特别呢，是在这个苏州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的。那么这个当时宣德皇帝呢，甚至命令苏州府要去捉1000只这个蟋蟀。那么这个是看看是数量是不是什么多，但是要把它全捉活过来也是很难的。当时一个是苏州知府是邝中，邝中呢，这个他也很难，这人那个皇帝死了，你只能去找啊。而且呢，前面他已经文献记载了，已经是有派人去找过了，但是他不满意，所以这个头太小啊，所以呢要再次叮嘱这个邝中要去找。这个呢是有记载的啊，有记载的。还有呢，就是一个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吴伟业，写了一个薛寿观写了一个御用羌金棚这个歌薛寿棚的这个一首诗长诗啊。那么仔细琢磨下来呢，它是切器的，是切做的，但是呢没有实物可以证明。那么现在传诗品中间呢，它就有2件瓷器，一件就是苏州博物馆的一件这个青花的，这个是唯一的一件，但是少了一个盖子了啊。还有一件呢是仿汝窑的这个一个学术馆，在北京故宫里面啊。那么所以最早就是那么些，突然一下子出了这么多，那就说明就是当时是不惜工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民力啊，去这个烧了很多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关于薛寿观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个记载和传说的啊，《聊斋》中间也记载了，但是它是夸张艺术加工的，实际上它还有一些真实的事情，因为实际上苏州确实是有为了蟋蟀而这个丧命的这样的一种故事。今天呢，时间关系不展开。但是这些醋之罐的发现，至少可以证明了这个宣德他爱好醋之，然后又使得大量的民力耗费在这里，弄得甚至家破人亡。是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奢靡之风，确实是一个见证，也给我们提出来一个警醒。对，是的。而且其实这类器物现在在宫里的传世几乎没有，极其少，青花是一件都没有的。没有。只在这个御窑厂里发现了大量的，所以呢，就是也有推测啊，没有进攻上去吗？不是，这个可能是在这个宣德皇帝去世以后啊，张太后罢一切完好之物，可能也为了掩盖他的这个爱好，然后呢，也觉得像这种完好之物都不应该再提倡了，也有可能集中的去进行过这个毁坏。所以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上，可以从御窑厂的这个发掘上去复原他的这个爱好，复原这样一段历史。了解。这是宣德皇帝的趣味。还有呢，这个后边的一些皇帝呢，这个他也有他们的这个兴趣，在瓷器方面也能体现出来。这个他的这个像正德的瓷器呢，能够体现出这个伊斯兰文化，这个有很多文字都是这个波斯文的这个书写的啊。这个呢，这个其他朝代就基本上看不到，这是一个朝代特有的这个。其实朱厚照他很喜欢玩，是吧？很喜欢这种异域的珍禽，这个野兽什么的。是啊，这个是那么具体呢？这个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搞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他还有建豹房，还有伊斯兰的这个妃子。是。那么嘉靖皇帝呢，他又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皇帝了。他的这个喜好呢，就是在道教方面。
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就太熟悉了，因为《大明王朝》里边也演得很形象。这个《大明王朝》确实是演得非常生动。那个把这个嘉靖帝的这个演的是很生动的。那么嘉靖时候呢，景德镇呢，刚才讲到就是景德镇到了嘉靖8年以后呢，就是改革了，就是他不派太监到景德镇去建烧瓷器了，不去江西了。那么这个是地方官来建烧，然后呢，宫廷大量的需要啊，因为里边在宫廷里边建造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跟他有关的，特别是跟他这个所喜爱的这个道教这个有关的，所以很多瓷器上面呢就出现了道教的纹样。那么这种葫芦瓶本身就是跟道教还是有机联系，成金丹嘛。那么这个是八卦什么这个仙鹤，仙鹤呢，就是完全体现出了这个一个道教的一个认识。然后右边那件是松鹤图案是吧？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寿字是吗？那是个寿字吗？这个这个是寿啊，这个是寿。这个嘉靖的时候，它有不少瓷器呢，它会出现草书的寿字啊什么的。这估计就是为他长生不老。做寿的时候，他们不是很多宫廷里边这种很多的，清朝宫廷里边的这个记载特别多。明朝实际上也有很多，都是为了帝王或者是后妃这个做寿的时候，他们会做这样一些器物。对，所以瓷器的生产，它其实是跟当时，因为它服务于整个皇家，它跟当时的帝王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另外，除了这个服务于帝王需求以外啊，还有它还可以为这个中央的像对外交往当中，它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这个宫廷的需求的。作为外交的薄利使用，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需求而且呢，就是说作为瓷器来讲，在明代的这个宫廷的对外交往当中，它还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我们注意到，在永乐宣德时期，有一大批特殊器型的瓷器，非常的精美，而且也很重要。像这样的这个扁壶、洗、烛台、直壶。这样的一整批器物很有意思。我们发现它都是这个模仿早期，就是当时12、13世纪中东地区的金属器来制作的。现在呢，我们都还可以把这个青花的部分都是上博自己的这个收藏，然后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中东的金属器当中找到它的原型类似的这个器型。而这一类的器物啊，在当时主要的都是送到这个中东，它作为很重要的这个外交礼物的。那么当时随着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它会到达中东，而且当时除了这个郑和以外，郑和走的是海路啊。除了郑和以外呢，还有这个陈诚，他走陆路。也是3次到这个西域去这个出访，他沿途也走过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啊，那么也会把这个中国在当地的文献当中都还有记载的，他把这个中国的瓷器作为礼物送给这个当地的重要的这些这个首领，当地还有记载说送给我们非常这个精美的这个瓷器的，很受欢迎，而且呢，他去的这个地方哈列。他当时这个首都赫拉特现在在阿富汗境内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伊斯兰铜器的一个生产中心，而这个很多的伊斯兰铜器啊，它也会在像这个赫拉特是一个产地，伊朗有，然后埃及也有这样的一些地区，它要有生产这个中东他们自己金属器的。这个青花瓷器呢，就正好是模仿了中东的这个金属器。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制作了中东他们喜爱并且熟悉的器型，又被当做这个外交礼物去送到中东地区。所以这个除了这个宫廷御用以外，在这个外交方面，它也会扮演了很多这个重要的角色。这个也恰巧得有这些铜器先到我们国内来，
对，就景德镇他得拿到这些是原型。对，所以那个像陈晨他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